平时学习毫无方向感，总感觉时间偷偷溜走了，在日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提升自己。今天和大家分享5款帮助我改善生活和学习的 App。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ry。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App 有免费和付费，考虑到有朋友可能不太希望都去使用付费功能，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把免费和付费功能分开说明一下。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吧。第一个我要推荐的 App 是 Calendars，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到了期末或者时间非常忙碌的时候呢，都会尽可能的去节省更多的时间出来。有习惯做手账的朋友的话，也可能希望自己在做手账的同时，不仅完成的时间要短，而且质量也要高。那我就会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使用这款 App。这个计划的展示方式呢，和学生课程表有点相似。布局正式而且简洁，页面也可以切换主题颜色来适应它的白天和晚上。那计划表的它的一个展示方式呢，有几种，就是每日、每月和每周，也可以通过列表的方式来展示。我非常喜欢这款 App 的原因呢，就是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是不受地点和时间限制的。如果要手写手账的话，我就需要花时间静下心来，坐在书桌面前，慢慢的把我的手账完成了才可以。那如果我用手机或者 iPad 来完成我的计划的话，我是不用担心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的。例如我坐在车上的时候，或者在排队的时候，我就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完成我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安排。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的。在这种情况做手账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更希望它的操作会更方便一点。这时候 App 上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呢，就是例如我今天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又非常希望把它完成，那我就可以把它安排到明天或者接下来的几天。我只需要把这个任务选中，这个任务直接手动拖动到自己想要把它完成的一个日期上，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重新设置了。说到设置事项的话，它也是操作非常简单，常规的话也就是输入一些事件的名称、时间、地点，还有想要把这个任务标记的一个颜色。这个任务是比较重要的话，我一般会选择红色来标记。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添加它的一个位置，还有一个备注。如果有朋友想到我不想频繁的点开这个 App 来进行一个查看，这时候呢，我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屏幕的小组件添加到手机屏幕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展示的大小和信息。如果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在手机上完成了自己的一个计划表之后呢，在专注的时候不希望经常去查看自己的手机，可以把我设置好的一个行程表打印出来。它的一个展示方式呢，也是非常个性化的。例如在打印的下方，我可以选择我的时间范围啊，选择仅显示一些工作时间内的一些事项。上面的话总体有3个展示方式，就是每天、每周、每月。每天的话，它总体就是打印出来，左边就是规划一整天的一个行程安排。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一点呢，就是左边有一个时间线相对应的，很明确，能清楚看清自己在哪一个时间点上是有计划的。右上角的话可以显示一个全天事项，打印出来，后期可以自己手动添加一些笔记。我个人平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每周的展示方式，一周只需要打印一次，不仅可以节省纸张和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便它一张纸打印出来7天的事项，也是不影响我对计划的查看的。那付费功能的话，它就是创建事项上呢就多了几个功能，还有它在关联其他账号的时候也是没有限制的。如果在使用付费功能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创建事项不仅有刚刚的一些功能之外，还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重复。例如我有一项计划是天要给自己腾出一个1小时的阅读，那我就直接设置好之后，在下面选择一个每天，在下方呢就可以添加一个链接。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呢，那就是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输入，口头呼叫一下 Siri 帮我去创建这个事项就可以了。帮我创建事项，请提供与此事项有关的信息。今天21点我要和朋友玩游戏。
嘿 Siri，今天的行程是什么？好的，现在就用 Calendars 查看。除了这个功能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多个账号的关联。现在不是上网课嘛，它里面的一些课程表是直接同步更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呢，例如像设置静音提醒，如果对拍摄星空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添加乐响。还有一些功能，例如设置特定的一个体育赛事或者节目的提醒等等。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到了一些假期的时候，我又想静下心来好好做我的手账，可以的话让它看起来更美观一点，最好可以通过一个 DIY 的方式可以融进个人的风格。这个就是我第二款要推荐的 App 了。如果只是设计好打印出来使用的话，我觉得免费功能就足够了。免费功能的话，每一本手账里面最多不超过3页。它做这个手账的时候呢，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手账封面，设计适合自己的一个模板，或者选择想要的纸张类型。选择好的模板之后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想要的颜色、贴纸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还有模板的一些细节调整。而且后面我还发现这款 App 不仅可以 DIY 手账，也可以 DIY 自己想要的性质。在电子设备上做手账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的彩笔进行一个记录。例如平时没有买到紫色的一款彩笔，但是我现在又非常需要，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我的 iPad 上选择紫色的彩笔，写完之后直接打印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第3款我想要推荐的 App 是 Canva。估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它了。如果要经常演讲，在会议上展示自己的一个 PPT 的时候，这款 App 就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里面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选择。如果用 Canva 来制作一些海报或者照片的话，就非常方便，手动拖动任何部分都是可以的。例如我想把这个文字改掉的话，我只需要把它选中，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文字或者颜色。而且里面已经分类好社交媒体软件适应的一个尺寸，就不用担心后期发帖子的时候就因为一些尺寸的问题被裁截掉了。付费的话主要就是可以解锁更多的素材来使用，也不会限制一些下载的格式。我之前的一个考核作业是做一个 presentation， 还要自带一个已经做好的 PPT 来展示我的内容，要设计一款与健康有关的产品。当时他发布这个作业的时候，距离 deadline 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后面才发现2个星期是不太够用的，因为在设计的时候，我不仅要想好这款产品的一个创新性和一个实用性，那体现我这款产品的一个创新性呢，在我的 PPT 上是非常重要的。PPT 的一个完成质量也是极其加分的，因为我当时在做这一个 PPT 的时候呢，并没有找到这款 App 来使用，所以我当时在设计这个 PPT 的封面的时候呢，就花费了挺多时间的。如果我当时用到这款 App 的话，我就不至于在 deadline 前几天被迫熬夜了。那第4款我想要推荐的 App 是不做手机控，那看名字就非常通俗易懂了。这款 App 就是主要帮助我戒掉手机瘾。虽然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一个手机放在其他的房间里，避免让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分心，但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很多一些公寓的房间是非常小的，那我总不能让我的手机放在公共厨房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使用这个 App 也是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它点开主要有3项专栏，一栏就是专注，是免费功能的，另外2款是需要付费，也就是娱乐防沉迷，还有一个早睡提醒。设置好时间后，我在这段时间是不玩手机的。假设我在专注这段时间内点开手机查看其他软件的话，我这个手机就会不断震动。这样子的话多少会影响自己的一个手机体验感，而且还可以提醒自己这个专注的时间不要分心，也不要去玩手机。虽然左下角有一个紧急退出的按钮，但是点击紧急退出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1分钟的冷静期。在这1分钟内呢，我就可以很好的思考一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去用到这个软件，而是因为我不太想学习了才点开来刷手机的。那其他2项的提醒功能就跟这个
专注的功能差不多。如果是娱乐方沉迷的话，就是在玩游戏之前或者在放松之前，我先设置好一个时间，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如果我还在用手机的话，我的这个手机就会不断的震动，就会时刻提醒自己我该进行下一项计划了。虽然这款手机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辅助自己，让自己在专注的时候不要分心，但是它并不能真的完全去限制我们去使用手机。如果有朋友觉得在专注这段时间呢，我也是非常需要手机的，因为在这段时间我可能会收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电话或者信息呢，那我也不想被这个应用程序一直在震动所打扰。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款 App Keeping 课部，它这个就可以专门帮助设置一个白名单。第5个我想要推荐的 App 是 Kindle， 那估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虽然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款 App， 但是后面我发现并不是非常多的朋友去用到它。平时除了学习的话，我会利用 Kindle 来查找一些电子书进行一个课外阅读，尽可能的去提升自己。它的免费功能呢是只能查看每本书的前一小部分，但是这个功能的话对我也是用处非常大的。我平时看书会更偏向于看一些纸质版的书籍，网上查找书的时候呢，我不可能因为别人说这本书的好评率非常高，我就会把它买回来看。万一这样子买回来看呢，我发现这本书其实并不太适合自己，在这个方面呢，它有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帮助我。那对于它的一个阅读体验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调整它的一个阅读方式。有些朋友可能不太希望它是翻页阅读的，可能看起来比较麻烦，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个上下滚动的一个阅读方式，看多少就往下滚动多少。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帮助自己提升一下阅读体验，那就是可以调整行距。例如我想要在路上或者在排队的时候去看书呢，但是手机屏幕就这么小，但是它屏幕里面的字又太多了，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其实是有点眼花缭乱的。这个时候呢，它除了有一个可以调整行距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可以设置一个阅读标尺，就是设置好标尺的范围内都是有颜色标记出来的。对于这个 App 的话，我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功能呢，就是它的一个查询功能。例如我在这一页上看到我不认识的一个句子或者单词，或者我想要查询一些专业术语，那我只要把它选中，它下方的一个百科窗口还有一个翻译词典就自动帮我显示和查询出来了，我就不用再切换页面来回查询它的一个翻译了。左上角除了它有一个常规的定位目录的功能之外呢，还可以推荐类似书籍的功能。如果有朋友像我一样想要在阅读的时候把一些自己喜欢的句子或者一些不认识的单词记录下来，但是我又想节省时间做笔记，我可以直接选中那一个句子，再导出到其他 App 来做归纳整理。我用的是 Notability， 笔记完成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印出来，方便我以后进行一个回顾。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功能可以把标记出来的单词导进个人的单词卡里。例如我想要把这本书不认识的单词标记出来，那我只用一个特定的颜色来统一标记，导进单词卡的时候呢，选中标注的颜色就可以一次性把全部单词分别导进去了。我把我这几款常用的 App 介绍给大家了，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就点个赞吧，新来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哦。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